这一期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比有钱又有闲更好的理财目标。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农，欢迎来到好管家团契。在这里，我们一起从上帝的话语中领受理财的智慧，一起成为上帝忠心又良善的财务好管家。我要有钱又有闲，这几年可说是非常流行。之前比较常是听见一些企业家或者是自己做生意的人会这么说，但最近我发现好多打工一族，甚至学生也开始立志要成为有钱又有闲的人了。但是当人们这么说的时候，我常在思考的是，有钱又有闲，没有健康 OK 吗？少了亲情友情 OK 吗？或者是钱和时间来的时候，也一起带来了一堆让我们担心害怕没有平安的事情 OK 吗？如果这一切都 OK 的话，那没有问题，你可以跳过接下来的部分。但是如果你觉得不 OK， 加上又没有可以参考的方向的话，我建议你不如跟我一起来参考这个古老的智慧吧。在圣经箴言10章22节，一个非常有智慧和拥有大量财富的以色列国王所罗门告诉我们，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个经文我个人所看到的亮光是，所罗门王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所赐的福分是由2个部分组成一个配套的。第一部分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富足。是的，追求耶和华上帝所赐的福，我们将会收到的是一份感受，而不一定是让我们拥有花不完的财富和有很多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间。因为其实不难发现啊，现在有不少的人已经是有很多的财富和时间，但不一定就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富足的。所罗门王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上帝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会是拥有什么。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能够感受到富足的这个方程式是不一样的。而且即使是同一个人，也会随着时间年龄而有所变化。但是所罗门王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我们，当我们收到来自耶和华上帝所祝福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在那一个时候肯定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富足的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个部分，那就是在这一个配套里肯定没有忧虑。为什么所罗门王特别强调上帝 offer 的这个富足 package 里是 guarantee 没有加上忧虑的呢？我想是因为蛮有智慧，而且拥有大量财富的所罗门王非常非常清楚，而且明白富足不是忧虑的解药，许多时候反而是会让人更加忧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害怕失去，害怕以后不能够继续过这么富足的生活时，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不难发现，有些人在没有的时候虽然有所顾虑，但至少还能吃能睡，可是却在富足时忧虑的有山珍海味也吃不下，躺在最舒服的床，全世界最舒服的也睡不着。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所罗门王要特别强调，上帝所赐的福是没有加上忧虑的。因为在富足中忧虑的生活，可说是活受罪，活下去害怕到要死，死又不甘愿，因为有那么多还没有花完，辛辛苦苦赚来的却还没有办法花完，非常痛苦。所以我们必须确保所追求的富足是从哪里和如何得到的。换句话说，是跟谁签了富足配套啦。如果是跟耶和华上帝签了，那就没有问题，因为已经有一个非常有智慧又非常富足的国王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所赐的福是能够使我们感受到富足，而且是肯定没有加上忧虑的。那这是不是比有钱又有闲更好嘞？我觉得绝对是。所以我鼓励你，与其
立志成为一个有钱又有闲的人，不如立志成为一个蒙耶和华上帝所赐福的人。好的，我今天的分享在这里告一段落。最后，我愿耶和华赐福于我的，加倍赐福于你。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